心经中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很多人虽耳熟能详，却并未真正领悟其内涵。那么，这句话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？它揭示了整个宇宙的本质。倘若能够参透，你所有的烦恼与痛苦都将如过眼云烟般消散，从而真正体验到极乐的境界。今天，我将为你详细解读这句充满智慧的经典语录，相信定会让你豁然开朗，醍醐灌顶。首先，我们来探讨一下这句话的含义。色指的是什么呢？在宇宙之中，色代表一切可以被感知到的事物，它们本质上都是空性的，处于无常变化之中。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需经历一个因缘和合的过程才能形成，而因与缘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持续变化着。当因缘发生改变，这些事物最终也会消逝。人的烦恼和痛苦从何而来？其实是自我创造、自我幻想出来的。例如，今天你丢了100块钱，或者丢了工作、失恋了，便会感到烦恼和痛苦。但倘若没有我这个概念呢？有人丢了100块，就有人捡到100块；有人丢了工作，就有人找到了工作；有人失恋了，就有人恋爱了。这一切都与你无关。如此一来，你还会烦恼和痛苦吗？当抛开这些烦恼和痛苦，你便能看清世界的本质。一切的变化无常，正是世界运转的法则。那么，自我又是如何产生的呢？是你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感知到的一切信息传送给大脑，进而产生思维。思维有了分别、评判与对立，自我便由此创造而出。正所谓色受想行识，五蕴皆空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？应作如实观。观既是一个动作，也是一种状态。我们要从自我的决策中跳脱出来，仅仅如实去观察，还原事物最本真的状态。如此自然，就能看到真实的世界。这就如同以第三视角去观，只看这场人生之戏，而不深陷其中。如果你无法从角色中抽离，就仿佛一直戴着有色眼镜，所看到的一切都并非真实。如实观的作用，不仅能让你看清世界的真实面貌，更能使你的心境趋于平和，保持一种高度的觉知。这就好比往平静的水面扔进一块石头，马上会引起注意，但要是往波涛汹涌的水面扔石头，根本不会有人察觉。那么，我们要观什么呢？观的是你的情绪、感受和意识思维，观的并非外在，而是内在，因为内在才是外在的根源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被老板辞退了，如果你的情绪是愤怒，那是因为你认为老板不应该辞退你；如果你的情绪是绝望，那是你觉得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工作了。可见，你的每一种情绪都是由思维决定的。情绪的本质是什么？它是思维在身体上的反应。有怎样的思维，就必然会产生怎样的情绪。当你察觉到这一点，只需向内探寻，改变自己的思维即可。思维犹如一柄双刃剑，运用得当，它能帮你分析思考，解决困境；若运用不当，它就会不断为你制造负面情绪。无论面对何种困境，都可以通过向内求来解决。世间的一切都是空性的。那什么叫空性呢？它并非指不存在，而是如同孙悟空的72变，具有无数种变化的可能性。它可以存在，也可以不存在。所以说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与空本为一体。空是色的本体，色是空的妙用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打个比方，灯泡是本体，灯光是妙用。如果没有灯泡，就不会有灯光。反之，如果没有灯光，灯泡也就失去了作用。因此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既能运用空，也能运用色，
二者相互依存，保持平衡。就像太极图里的阴阳鱼，如果偏重于色，就会滋生出不必要的欲望，让自己陷入烦恼和痛苦之中；如果偏重于空，又会体验不到生活的乐趣。倘若把时空无限放大，整个宇宙也不过如昙花一现，更何况那些身外之物，100年之后便与你毫无关系。所以，你究竟在执着什么呢？正所谓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在唐朝，有一位禅宗大师文艺，他曾专门写过一句话来阐释空性的道理：何须待零落，然后使之空。意思是说，何必等花儿真正凋谢了，才明白它终究会化为空呢？花儿盛开的时候，呈现出有形有相的色，但你知道它必然会凋谢，最终化作空。所以在见到花儿盛开的当下，其实就已经包含着它必将消失的结局。这便是色不异空。同样，哪怕眼前是一颗光秃秃的枝头，到了春天，因缘一到，它依旧会绽放出鲜美的花朵。这就是空不异色，聚则成形，散则成空，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。所谓缘聚缘散，不过如此。当你真正理解了这句话，就能渐渐放下生活中那些让你执着的事物。放下之后，你会发现烦恼自然而然地减少了，心情也变得轻松，快乐感反而油然而生。试想，既然一切的最终结局都是空，你又何必徒增烦恼呢？聚总有一天会散，生总有一天会死，这是自然规律。我们不应因为未来注定会空，就在今天畏缩不前，该做事的时候就全力以赴，该赚钱的时候就努力拼搏，该恋爱的时候就真心投入。不要因为失败、焦虑或痛苦，就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所以，心经并非让我们消极对待生活，而是让我们明白，既然一切都会改变，那就不必被困在当下的执念里。痛苦会过去，失落会过去，焦虑同样会过去。你真正要做的是活在当下，积极行动，用心体会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既然最后都是空，那活着岂不是毫无意义？实则恰恰相反，正因为一切都会归空，我们才更应珍惜眼前所拥有的。就像花开花落，花迟早会凋谢，但正因如此，它盛开的瞬间才愈发珍贵。人生亦是如此，我们不应因为最终的空而否定色的意义，而是要明白，色与空从来都是一体的。换句话说，空并非虚无，而是一种可能，一种自由。它提醒我们，不要执着于眼前的得失，而要用开放的心态去迎接每一个新的开始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因为看不透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道理，而被困在无尽的烦恼之中。比如，你在工作中竭尽全力，却遭遇挫折，便觉得人生一片灰暗。可几年后再回首，那些困境往往已不再重要。你在感情里失去一个人，觉得自己永远走不出来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人生还能邂逅新的温暖。你执着于别人的评价，觉得丢面子，很失败。但事实上，大多数人很快就会忘记你曾经的失误。这一切都是色，最终都会化为空。而空在因缘和合之下，又会再次呈现出新的色。所以，当你下次再诵读心经时，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，而要将其运用到生活中。遇到烦恼时，提醒自己，这只是暂时的色，终究会回归于空。而当你面对空虚失落的境地时，要相信缘分，必定还会有新的色出现。当你领悟到这一点，就能笑看得失，淡看成败，不再被执念所左右，而是能够轻松自在地面对生活。心经的智慧并非让你逃避世界，而是教导你如何与世界和谐相处。不是让你远离生活，而是让你活得更加自在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
它并非虚无缥缈的高谈阔论，而是切实能帮助我们放下执念，活得轻松的智慧。愿你也能在生活中学会这份洒脱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点赞关注逸轩，我们下期见。